听说过背叛关系吗？一种特殊创伤性联系，这种不健康依恋源于背叛创伤。第一个研究背叛创伤的人是1996年的心理学家詹妮弗·弗里德博士，1997年帕特里克·卡恩斯博士和后来的邦妮·菲利普斯博士出版了一本书，详细阐述了背叛创伤以及如何摆脱束缚我们的剥削关系。剥削关系会造成创伤，把我们和伤害我们的人绑在一起，损害我们的心理健康、自尊、个人界限和幸福感。但按理说，最可怕的是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爱。话已至此，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是背叛而不是爱的6个迹象。1、过去或现在的虐待。在弗里德博士对被父母虐待过的孩子的研究中，观察到孩子们并没有以通常和预期的方式处理背叛，而是变得与父母更亲密。他的理论是，这是因为背叛与他们生存需要和对父母的爱和照顾的渴望相冲突。孩子们不想疏远父母，导致更多的虐待和更少的爱，就好像还不能离开他们，就不会反抗。按照卡恩斯和菲利普斯的说法，这些发现从那时起就被推广到许多不同的背景和类型的关系中。因此，如果对曾经虐待过自己的人有强烈的依恋，无论是身体上、语言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的，那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了背叛纽带。2、相互依赖。有毒剥削关系的另一个警示信号是相互依赖。心理治疗师沙伦·马丁将此定义为一种动态的不健康的恋情，其中一个人完全从对方那里获得快乐和自我价值感。这种关系在父母和孩子以及恋情中很常见。当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不断忽视和批评你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只会让你感到爱情炸弹，让你内疚，让你照顾他们。他们的暗示很复杂，所以越贬低你，你就越想取悦他们，越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引出了下一点。3、操纵。当有人在心理和情感上操纵我们时，我们很容易误认为是爱。心理健康教练吉姆说，这些伎俩是施虐者与受害者形成和维持背叛纽带的方式，所以了解这些小伎俩很重要，包括爱情轰炸和煤气灯之类的例子。爱情轰炸是指用爱和关注来弥补他们对你的伤害，他们可能也会激怒你，以尽量减少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严重性，使别人对他们行为的批评无效，并使他们看起来是所有事的受害者，因为你错误和严厉地指责了他们。4、权力不对等。卡恩斯和菲利普斯认为，在一段由背叛维系的关系中，剥削对方的人拥有所有的权利，这通常来自于受害者对他们关系的情感投入，但也可能包括背叛者对他们的经济控制和社会影响。背叛者可以一直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而不考虑他们的受害者，并仅仅为了个人利益和满足利用他们的关系。5、不理智的忠诚。然而，尽管如此，一个人可能仍然会对那个与自己形成背叛关系的人产生非理性的忠诚。卡恩斯和菲利普斯说，可能会发现自己不断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辩护，为他们的虐待行为辩护或合理化，甚至以此为由疏远所爱的人。6、重复循环。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当发现自己陷入了虐待、操纵、忠诚和相互依赖的恶性循环时，要知道这不是爱，而是背叛。根据卡恩斯和菲利普斯的说法，这是因为在危险或恐惧的情况下，背叛在病理上强化了人类的亲密和深度依恋特征。简单说，经历了自己爱的人的背叛和虐待，但又觉得无处求助时，很容易把背叛关系误认为是爱。重要的是要明白，如果继续和背叛自己的人在一起，那不是你的错，你很可能是他们虐待和操纵的受害者。无论如何，如果怀疑自己处于被剥削或有害的关系中，不要犹豫，寻求帮助，为自己建立一个支持系统，和心理健康专家谈谈自己的挣扎，可以有助于安全地从这段关系中解脱出来，开始恢复过程。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观看后续影片。记住，我的小伙伴，你们很重要。